众所周知啊，19X M3被诸多媒体人吹上了天，但按照本频道的惯例来说，我们一直会挖掘那些光辉背后的不足之处。大家好，我是张，欢迎来到最速内燃机。从今往后呢，所有的节目呢，我会附上繁体中文字幕和英文字幕，还有日文字幕。如果想要看字幕的朋友呢，请点击左上角的 CC， 这样一来你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内容。疫情刚开始那会儿我就在那个多伦多本地的卖车网站上面看，我看到了一台呢 GRB 的 STI， 白色的。你别看我总是说苏巴鲁的不好，但我曾经还是一个 STI 铁杆粉丝。至少我了解研究过，不像某一些STI 的fanboy那样说不得苏巴鲁的坏话或 STI 的坏话。以后呢，有机会我们来聊聊为什么 EJ 系列的发动机容易爆。当时我在这边看那个 STI 的时候，而我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她呢就在旁边逛，然后看到我后面的一台车，问我说这是什么车？我当时就瞟了一眼，看了一下，就说个二手破宝马有什么好看？等我余光瞟过的时候呢，回过神来定睛一看，那机盖的隆起，那犀利的前保险杠，再走近几步，探顶红内饰 DCT。 于是我就问销售拿了钥匙，打开门看了贴纸，2010年9月份生产的2011款192 M3， 行驶了51000公里，标价为41000加元 plus tax of course。 这个谁不激动啊？我在那围着车转了好几圈，真的就如同设计师 Peter Garbeth 说的那样， It's nice not to read every corner of a car in a moment. A BMW should take a lot of reads to see it all。 意思就是呢，很多车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很帅啊，看久了以后，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审美疲劳的感觉。但是这个宝马呢，由于是这一代的192 M3呢，你得细细的品。于是呢，我当时就忘记了 STI 这件事情，直接付了定金。今时今日我都觉得这是宝马最好看的车型之一。也能想象宝马当时的设计有多超前，放在2024的今天一点都不为过时。而且我一直都坚信，宝马的鼻孔就应该那么大。像我们这样的人拿到手第一件事该干嘛呀？改排气。之前都是小四缸，嗡嗡嗡。那咱们这次买了 V8， 也得听听它的动静吧。那么第一件事，改排气。其实呢，早在3年前我就已经拍了关于我那台192 M3的一些视频，不过当时的剪辑手段或者是表达的方式我都觉得太嫩了点，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但是呢，当时有很多人就私信问我，为什么这个19X M3改起来排气过后那么的 raspy， 那么的刺耳。然后呢，很多人听完我的车过后就说，你是怎么改的排气啊？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学问的。19X M3呢，这代原厂 header 就是芭蕉上面没有 cat， 而 cat 呢是在这个位置。X pipe 上有4个 resonators， 外加 rear section 的一个大 muffler。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样就是要消除原厂过分的消音，从而保留好听的音色。因此呢，要切掉这个前面的 cat， 然后呢夹一根 test pipe 上面保留 X pipe，换一个 rear section。我住的这个区很多中老年人，邻居家呢还是一位退休的 OPP， 就是安省的警察。为了文明呢，于是我选择了带阀门的排气，其实启动声音还是蛮大的。其实市面上呢，你能看到的那些
19X M3的排气啊，都是来自于某排气厂的贴标产品，外加上 Dynon 的 cover 进气。毕竟自己觉得 Dynon 做宝马比较专业一点，至少是在19X时代。改完排气后发现啊，引擎灯是会亮的。毕竟你切掉了 CAT 嘛，它肯定会亮。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刷一下 ECU。当时用的是 Alpamax 的罐头程序 ，Stage 2的 Tune、GTS 的 DCT 变速箱的 Tune， 外加上 Speed Limit Remove 以及8600转更高的转速，还有 Cold Start Delay。很多朋友就问我啊，这个 Cold Start Delete 吧，那这是个什么东东呢？是不是刷了 Cold Start Delete 过后会没有那么吵？的确，就是你刷完 Cold Start Delete 过后，这个启动的声音并没有那么大，然后热引擎的速度呢会稍微快一点你说它有用吗？听劝别闹 ，Cold Start Delete 启动会有一种便秘感，那人家都是你是19X这代的 M3啊，你可以看成是一部搭载了 Racing Engine 的轿车。正因为 Double Vanos 8个独立节气门、高转这样的设计，也导致了19X M3有许多问题。被大家广为流传的是呢，这个 Road Bearing 和 Throttle Actuator Issues。因为设计问题啊，这个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小瓦的间隙都过于小，也因为材质的问题导致磨损过快。宝马呢也告诫车主们，应该在6至8万英里的时候更换小瓦。这其实要加一句，在有效的保养情况下，2008年至2010年5月的宝马用的是088、089，小瓦材质是标准的铅筒，十分软，而和曲轴之间的这个间隙又十分小，随着摩擦金属寿命到期过后会发生形变和位移。而自从2010年5月到2013年的时候，宝马用的是702、703，而材质呢主要是变成了铝烯铝，比088、089要硬不少一个材质过软，而一个材质过硬。然而间隙方面呢却做得不够，随着时间的摩擦，导致这个小瓦的寿命到期过后，前者呢整个小瓦会跟着这个曲轴一起旋转，那后者呢直接是崩掉。如果你的19X有了类似的声音，那一定是小瓦的问题。通常市面上会用2种替换的小瓦 ，ACL 和 B1。很多人会说ACL 好，也有很多人会说B1 好，这个就仁者见仁了。人工根据你所在的区域，那这点呢，亚洲确实是比较吃香一点。通常更换小瓦的时候，就可以顺带把机脚也换了。机脚呢是2个大橡胶一样的东西，时间久后呢就会裂开或者碎开。省钱小妙招嘛，你总是要把引擎稍微拎起来一点。那有关 Throttle Actuator Issues 呢，就是节气门电机，这也是另一个 M3的大问题你敢相信堂堂巴伐利亚大工厂给你做的节气门电机里面的开合控制齿轮居然用的是塑料，而且这玩意有2个，这也导致了频繁使用过后呢，齿轮的磨损，导致车子无力，因为你的节气门不能开合。而且这个最致命的是什么呢？这个节气门电机的 sensor 居然是跟 ABS sensor 是连接到一起的。我记得当时我是在401的高速上面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突然整个车进入了 Lean Mode， 没有力，然后你就听到了宝马的催命提示声，当当，这时候你的中控台上就显示出了几个小三角。你想想，120公里的时速，突然车子出现问题，这很容易造成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以及交通方面的隐患。还好人没事，不然你们也看不到我在这里做这期节目。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换一对 Throttle Actuator， 那原厂呢就十分的贵。当时呢也是想给车喂点好东西，钱包受苦了。一对东西要了我大概3000刀的样子，而且呢这个位置在龟壳的下面，所以人工费呢也是比较贵的。But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YouTuber， 我还是为大家找到了物美价廉的配件。Europower Motorsports 在自己的官网表示，升级版 OEM Plus 节气门电机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宝马车主的首选。
通过这些重新制造的节气门电机，用更高级的零件替换了所有的内部组件，确保节气门电机不会再次失效，并且可以比原来的使用寿命更长。这家也表示他们对他们的产品十分的自信，因此呢，他们也提供无限里程数的终身保修。然而呢，还有许多问题呢容易被大家忽视啊，好比说 fuel breather 和 idle control valve， 就是呢车子打着过后，你的车子就是哇还会使呢车子进入 Limp Mode。那个键不是太贵啊，但是人工费就好在呢是不难，可以完全的 DIY。需要注意的是，拆下龟壳后，记得用毛巾将这个节气门堵住，以防异物落入引擎后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拔下 Fuel Breather 胶管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小心，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般的紧。更换 Idle Control Valve 呢也是需要拆一堆东西。通常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可以和 Throttle Actuator 啊、点火线圈呢，还有火花塞一起更换。反正拆这些都是拆差不多东西，毕竟都10几年的车了，这些零件该坏的坏，该老化的老化，终究是难以逃过你需要更换的命运。很多车主呢也反映说烧油和漏油的问题。其实不光是 19X M3，烧油的问题呢，车主表示这辆车更熟一点。经过测试下来呀，只有 Liqui Moly 这个机油不会烧。当然呢，10W60的机油价格也是很贵。对于这样比较娇气的车呢，我建议是每3000公里就换一次机油。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还是吃不消的，毕竟换一次机油就200多刀。由于是10W60的机油啊，在使用的时候必须先预热车，通常是打着过后，等转速掉下来，慢慢的开出去，让转速呢保持在3000转以下。等油温达到75度的时候，才能开始踩高转。气门室盖漏油的问题，这个也比较常见。你不要说宝马了，其实连本田这么 reliable 的引擎也会有这些问题出现。其实这个的话，换个胶套就能解决。那么众所周知呢，高转 NA 的宝马引擎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Vanos。当 Vanos 出现故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引擎灯就会亮起，然后你用 OBD scan 扫描一下，通常会有以下几个 code， 其中 2A82 以及 2A87 问题都可以通过更换 Vanos Solenoid 解决，而 P 开头的故障嘛，则需要更换 Cam Position Sensor 解决。而这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 19X M3 的 Vanos Hub Cover 是塑料的，随着车龄的变大呢，这个塑料的材质也很容易断裂，从而掉进引擎过后，然后就解决办法呢，就是需要更换金属的 Vanos Hub Cover。很多玩家其实不知道 S65B40 啊这个引擎的设计缺陷，这也是很多博主啊或者是 YouTuber 不会讲的一样东西。S65B40 啊这款发动机的钢孔是一种叫做 Alusil 的技术，这是一种含有硅铝合金涂层，通过高温电弧浮喷到钢体上的涂层，作用是呢增加耐磨，在铸造阶段通过添加大量的硅颗粒，激发出一种铝硅共晶体，通过航模和化学腐蚀后得到坚硬的硅沉积物层，然后通过此层硅颗粒呢，提供给铝合金钢孔一定的耐磨能力。为了轻量化或者说是节能，活塞材质也是铝合金的。那么铝合金磨铝合金呢，就会产生高温，然后导致活塞锁死。为了不让活塞锁死出现，所有 Alusil 技术的活塞都不能像一般的这种活塞使用铁涂层，取而代之呢是一种镶铁的工艺，这样呢就能保证摩擦之间呢隔了一层铁，但这样的话呢就能导致其对钢孔的消耗过大。But S65B40 的活塞高度是48毫米，而钢筒的高度呢只有115毫米，冲程则是75.2毫米，所以用115毫米减去75.2毫米减去48毫米，得到的是负8.2毫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活塞啊，在运动的这个下指点的时候是会拖出钢体的，这个 Alusil 的材质外加拖出钢体的活塞，那从而呢就会导致活塞的裙边呢会摆动，那么钢体和活塞就会怎么样啊？更加相互磨损。另外，这个发动机的活塞第3个活塞环的位置用的是一个直边的活塞环，导致刮油能力比较差，从而呢在此处产生积碳，在钢体上刮出的力呢比其他的活塞环大许多，从而导致拉缸啊、桶身失圆啊这些问题。如果机油消耗严重，而且没有及时补给的话，会导致更严重的拉缸后果。那说了这么多，解决方案是什么呢？那么有一家叫做做了一个112.6毫米的钢筒，外加换一根 crankshaft 重新拉冲程。那么这具引擎在做的时候呢，其实钢筋已经做了比较极限了，你只能通过拉冲程的方式来改变这整个的排气量。那么换完了冲程过后呢，你可以做 4.4、4.6、4.7 都可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防止钢筒失圆的问题发生。但是呢，
就在这一期节目我剪辑的时候，我和另外几个车友们，还有包括技师们都聊了一下这些问题。阿鲁塞尔其实下钢套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就是说，这个钢体铝的钢体用阿鲁塞尔的涂层，它还是会存在这个问题。有可能你换一个中钢，用 VAC 那一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具体问题其实我没有遇到过，所以我只能把2个解决方案告诉给大家。至于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请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讨论一下，请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说完了引擎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就是传动方面的问题。当你听到当当当当的时候，有人会问什么是当当当当？那么这个当当当当就是人称 cowbell noise。当你起步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代表你的传动轴处出现了问题。不难发现，193M3的传动轴啊是2段式的。当你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难免遇到就是上下震动嘛，毕竟10几年的车了。当中间的固定橡胶松动过后，会打到相应的这个护板的位置，也不难发现此处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碰撞痕迹。那么解决的办法呢，就是重新更换这样的一个固定橡胶。当然，你也可以更换碳纤维传动轴，但只不过碳纤维传动轴一般是一体式的，那么震动感呢就会更强一些。再一个比较诟病的地方就是刹车了。大名鼎鼎的巴伐利亚 M Power 自然吸气 V8 引擎，以运动赛道为宣传口号的车，它居然给你配的是一个单活塞卡钳，你敢信？当时呢，我就是选用的是 AP Racing 9660系列，我也见过可以直接装上 AMG 卡钳的，或者是 FK8 Type R 的卡钳的，无非就是需要找人给你做一副桥码来保证安装位。这个的话，其实本频道也可以提供相应的帮助。如果你需要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或者是直接到我的 Instagram 给我私信都可以。那么避震呢，我用的是 KW Club Sport Two Way 系列，配上 SPL 的 Rear Toe Lock， 这样的搭配呢，也算是让 192M3 底盘变得很整的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轮毂呢，则是 Advan RS 系列，我个人觉得这种金属的抛边呢，十分的好看，十分的战斗力。当然了，玩宝马呢，其实你可以无脑操作业，也可以有众多的搭配方式。像 KW 的避震，我们都知道比较贵一点，其实你可以用 ST 的避震来平替，毕竟 ST 呢是 KW 的子公司。最后呢，让我这个车主来聊聊这整个3年的使用感受。这台车呢，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360度无死角的美，以及声浪啊，小排量 V8 的这个排气声浪啊，确实很迷人。作为十字曲轴啊，有如此般高转和声浪，也是192M3的特别之处。仅个人而言 ，DCT 呢可玩性高过于 MT， 有6个换挡逻辑可以选。只不过呢，你需要注意的是，可能副驾会把这个换挡逻辑当成音量键。来，我再给你科普一下，这个是换挡逻辑，不是音量 ，OK？ 这是换挡逻辑，音量在这里。虽然这套 DCT 变速箱存在过热的问题，但是一个 DCT Oil Cooler 的话，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也不会是什么很大的问题。直到我卖车的前2个月呢，我才知道这个车有弹射模式。192M3 的弹射模式是怎么样呢？通常它的换挡逻辑这里，看到没有？有1、2、3、4、5个格，怎么解锁第6个格呢？你把 M 按下去过后，然后把这个 DSC Off 按住了，然后呢，下一步就是，当然这在车库里面我试不了，你把这一套做完过后，踩住你的刹车，把这个挡把往前推到底过后，
这个地方会出来一个赛道旗帜，然后你把它松开，再按一下这个上升键加号，它就可以解锁6格的换挡。这个时候了，你把这个地方推到底，把油门踩下去，踩到底，这个时候引擎会空转，你把这个地方一松掉，这个车就弹射出去了。它前面那个防撞杆是碳纤维，看敲得响。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就这一代和前面一代是碳纤维的。它里边还放碳纤维？对。看到这里啊，就有人会说，哎呀，这个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怎么办啊？还能不能有啊？又或者说有这么多的缺点啊，怎么会有人喜欢啊？哎，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车，主要呢是看你这个车主能不能去接受它的不完美，以及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甚至是金钱在它身上。那么和一个车相处呢，就像处男女朋友一样，黑白美丑、高矮胖瘦、轰轰烈烈还是细水长流，看对眼最重要。有的相处下来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有的处一段时间过后就 goodbye， 有的结了又离，有的白头偕老。享受当下最重要，所以 life is short。Play more。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支持是最速内燃机的动力。我们下期见。